大家好，我是云飞。前面节目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了解了如何串流、如何公网串流，以及如何使用 DNSGO 域名解析，这都是我们串流视频的一部分。而跟着我学到这，我们可以开始下一篇章。我们应该使用什么设备进行串流？毕竟男孩子都有一个游戏梦，而如何玩得舒服，怎么样效果最好，是我们这期视频的一个主题。我搜罗了市面上大部分玩家会使用的设备，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娱乐人生。那么点上收藏一下，我们开始正片。这次的串流设备是非常全面的，也是大家非常常见的。我们的选手是手机、平板、电视机、AR 眼镜，分别对应的产品是红米 Top 3、小米的平板6S Pro、红米86寸电视、Beam Pro 加 S Real Air 2 Pro， 这应该是可以对应到大家实际的使用需求。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最近这个 B 站非常火的 Beam Pro， 那个我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介绍，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空间计算设备和 AR 眼镜，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一样。首先是手机和平板，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这里我就快速的给大家罗列一下他们的几个优缺点。手机每个人都有，方便，直接在想玩的时间、地点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的游玩，但是屏幕太小，这个尺寸用来操作电脑的画面讲真的是挺难受的。且尽管我们都可以使用虚拟手柄在屏幕上面玩，但实际上用起来没啥手感，真要玩的话还是要搭配一个手机手柄，这个状态才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显示的效果以及大小，喜欢掌机的会很舒服，不过画面就比较一般了，这是属于解决了便携，没有解决沉浸感。平板是大部分玩家的一个串流设备，优点是画面比手机会大很多，且操作上也是挺方便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正常我们也得配一个手柄，这个体验比起手机来说又是上一个档次了，也是大部分串流玩家的选择。不过便携性稍微低那么一点。而电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串流设备，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却有很多的问题。拿我家里的这台红米电视来说，它不支持 IPv6， 然后性能又比较差，解码的延迟比较高，且没有任何便携性可言。你需要一台性能好的电视的话，这个价格就非常高了，这属于是想要一个很好的体验，就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那种。个人认为，如果不是现有，那么没太大必要去自己专门整一个。虽然想的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而接下来的 Beam Pro 加 S Real 2 Pro 需要分隔开来讲，一个是 AR 眼镜，一个是空间计算设备。首先是 S Real Air 2 Pro， 它可以直接接在你任何一台支持 Type-C 输出视频的设备上，它就是一个130英寸的显示器，分辨率单目1920×1080，双目3840×1080。色域有108%的 RGB， 亮度最高是500尼特，而且最高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讲真的，这个是我体验过的智能眼镜里面画质的 Top 1， 且因为是眼镜设备，它也通过了莱茵低蓝光、无频闪、眼舒适3项认证，至少用眼健康这部分是不需要操心了。不过使用眼镜观看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你会很依赖环境的亮度，在亮的环境里面你很难看清楚眼镜里面的画面，这是行业的难点。但 Air 2 Pro 有3档的电致变色，通电之后可以直接手动调节镜片的透光率，这个技术是非常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好，我们现在为大家演示一下它的3档电致变色。现在是第1档，然后我们切换第2档，这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啊。然后我们再切换第3档，第3档是完全在白天也是非常可用的。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的一个情况，把这个拿走，它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再把它放回来，那在我们实际的使用里面，具体是个什么感受呢？在与电脑连接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在你眼前给到一个巨大的120赫兹刷新率的画面，这足够的震撼，无论是游戏还是旅行办公。这样一个巨幕，同时有着如此娇小的体积，谁能拒绝呢？串流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超级沉浸的体验，而且外界还无法知道你在干啥。电致变色一开，就算是大白天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体验，不过也有一定的限制，手机限制比较多。连接外置的显示器它只有60帧的输出，需要连接电脑才有120赫兹刷新率的最好表现。这个形态是比较适合在家固定玩，休息的时候躺在沙发上直接来几把星际战甲，这都是非常爽的。因为单独眼镜形态它是没有稳定的，屏幕会随着我们的头部转动而转动，所以适合固定着玩耍。它的优点我想不用我来多说，极致的沉浸感，在很小的体积里面给了我们最好的体验，而且可以连接手机、连接平板、连接电脑，这都没有问题。就是在走动的时候不好使用，不过可以配合接下来的空间计算，获得一个在你场景里面固定的显示器。这个是真的，体验过就回不去了。一起来看看 Beam Pro 的主场，没有体验过空间计算的一定得试试。
它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安卓应用转化为悬浮在空中的可以交互的 AI 应用。最震撼的就是它在原有130英寸的基础上，让 S Real Air 2 Pro 展示的画面可以无极调节，最高支持220英寸的巨幕。而且如果我们用来串流，直接带着 Beam Pro 加 Air 2 Pro 就可以串流，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安卓自制打造的空间操作系统设备，它直接自带了 Moonlight， 还是非常香的。而且这还不是重点，它可以支持屏幕的悬停跟踪，它给你的感觉就是在空间里面实时存在的一块巨幕，无论头部以任何的角度旋转或者晃动，屏幕都将稳稳的悬停在空间的同一位置。你可以在任何的姿势沉浸式玩耍或者观影，在很小的空间里面也有巨无霸体验，这个效果是真的非常好。而当你外出的时候，它有另一个防抖模式，旅行、出行或者通行的时候，你也可以有着非常 nice 的稳定画面，不会因此而晕车。我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段实际的运行，眼镜的运动加实际的画面加它机内实际的录制给我们做了一个防抖，你看了就明白它这个效果有多好了。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它为了给我们眼睛里面呈现一个稳定的画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啊？好，就以这个画面来说，我们开始录屏，然后就现在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它是非常稳定的，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头部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的转动的。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录屏，这里我会放这个对比啊。现在我们都了解了它们几个的优缺点，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这几种串流方式。如果要我选一个最佳的游戏串流方案，那么无疑是 S Real Air 2 Pro 加 Beam Pro。至于原因 ，PC 串流一开始就是不想受限制的玩耍，而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玩，还要以最好的效果来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我的教程都是以 Moonlight 串流为主，它是直接内置软件，使用方式我在这儿就简单给大家再说一下。在电脑端配置了3Share 之后，直接来到 Moonlight， 填写 PC 局域网的地址，而后在 PC 端输入 PIN 码即可。在串流之前，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分辨率和刷新率，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我们的 S Real Air 2 Pro 加 Beam Pro 连接的话，刷新率在2D 情况下是90帧，3D 情况下是72帧，所以我们在软件里面添加对应的帧数即可，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沉浸式串流之路了。而且它的画面除了悬停，还可以直接无极调整大小，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且不止于此，它还能在一边串流的同时放一个 B 站在旁边看，这对于刷刷的游戏简直就是福音。就比如我喜欢玩的《星际战甲》，有一个模式就是5分钟一波，然后无尽的刷。那我们在使用 Air 2 Pro 加 Beam Pro 就可以直接一边刷一边看视频了，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相较于其他的设备，它小的同时又大，方便的同时还带了无与伦比的空间体验。之前苹果那个我其实就想试试，可是价格实在是太贵了。这个是平民一点的产品，而且 S Real 销量是比较大的，一艘 AI 眼镜基本上都是他们的产品，它的产品力是被大家认可的。总体对比下来，如果你想要在里面获得最好的串流体验，那么 Beam Pro 加 Air 2 Pro 无疑是最佳选择。沉浸式、空间计算、巨幕，这都是它特有的优点。感兴趣的、想提升自己游戏体验的，可以试试。当然，手机串流、平板串流仍然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你可以像我一样搞一个这种手柄，有种梦回初中游戏掌机的感觉。总体来说，看你的预算以及你想要的效果。Beam Pro 加 S Real Air 2 Pro， 不管是在串流上还是正常的娱乐工作，都是得力助手。而且为了做低延迟，还支持 WiFi 6和蓝牙 5.2， 配置是很不错的。唯一一个需要在意的是发热 ，S Real Air 2 Pro 眼镜腿的发热。不过这也是 S Real 设计比较巧妙的地方，把发热处放在眼镜腿处，不直接接触皮肤。也还好是温热，温度大概是46度，和一般的数码产品发热差不多。然后就是它对于配镜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稍微有点近视的小伙伴，我建议也得配一个对应度数的小镜片，那样你的体验才是最好最清晰的。其他方面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如果后面 Beam Pro 加 S Real Air 2 Pro 可以有120刷新率就好了，那个体验肯定是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提升很多。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游戏串流设备的选择。本期视频主要比较多的介绍了 Beam Pro 加 S Real Air 2 Pro， 一个我们听过但大部分人都没有用过的串流设备上，已经买了的用户也可以来讲讲你们的体验。强烈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这个3D 的感觉，一边游戏一边看 B 站 UP 主唱歌给你听，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 nice。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